这里有一个，这里面有蹊跷啊，没有蹊跷。留给 Tim 的时间不多了，到底在哪？突破固有思维，真找不到。Oh damn！ 相信针孔摄像头的新闻，你在网上看的已经不少了，对吧？过去是警察探案还有记者暗访用的工具，但现在它变成了很多不法分子牟利的手段。摄像头的一端是我们的隐私，而另一端则是获利链条上无数双偷窥的眼睛。这些偷拍素材被分发到不同的平台，形成了一条庞大的灰色产业链。那针孔摄像头是不是真的那么难以发现？它被藏在什么地方？它是什么形态？它是怎么传输数据的？那这一次，我们邀请到了湖北孝感公安阿特警官，他将带上你我一起来抓出就在我们身边的针孔摄像头。前一阵子打了一个案子吧，赌场用来做局的，它会藏在那种名牌包包的包柄里面，就有的丝带缠在上面，然后再留个小缝隙，然后茶杯的杯盖里面，钥匙啊什么都有。影像技术的进步给了这些人也有机会。那相信在之前节目中你已经见识过了阿特警官的实力，他有着多年的破案经验，打击了多起针孔摄像头偷拍的案件。那这一次他开场就给我做了一个测试，在酒店房间里面布置了10处案件中高发的偷拍点位，想来看看我以一个入住者的身份能够找到几处，你也可以试一下。本次测试时间为10分钟，现在倒计时开始。我准备好了。走。我要从犯罪者角度思考，他肯定是想拍到床上的人，所以纸巾盒模仿犯罪啊！果然有一个，床头上面肯定有，电话、日历，这里有一个。我感觉这个位置因为视角特别好，哎，这里有，果然，你看，这个小盆栽看着很可疑，果然还有一个，4个。测试都是先易后难啊！这种地方光猫里面是有可能藏的。哎，这里面有蹊跷啊，没有蹊跷。浴室肯定是洗澡。突破固有思维。浴室从一个构图的角度来说，它肯定是从这边往这拍。果然在这个时候还在纠结构图。其实讲真的，我因为有些拍摄的思维对方向上的判定基本上是没有错的，但让我毛骨悚然的是，即便我在找对了方向的情况之下，我仍然看不到这些就在我眼前的摄像头。这我已经这么努力找我都找不到，但是它能拍到我，这个听起来就很恐怖。留给 Tim 的时间不多了。马桶里，这个视角太怪了。完了，已经开始套马桶了。这里我感觉是有问题的，但我看不到它哪里有摄像头。3、2、1，宣布完啦！制造了4个。即便在告知我有摄像头的情况之下，我在10分钟之内只找出了4个摄像头，剩下6个分别藏在了这些位置。像天花板上烟雾报警器，还有空调出风口，是偷窥者经常用于拍摄俯瞰大全景的位置。那还有4处，它们和物体本身的融合实在是太过于一体了。Oh damn！ 我看到了，在这里，这孔太隐蔽了，我这么看都看不到。这个沐浴液这边，谁在洗澡的时候眼睛都看不清情况下，会注意到这里有个摄像头。他所忽略掉的地方，其实也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地方。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哦，我看到了，在这里面这个 reset 按钮是一个摄像头。主要我还是在以一个常规思维去想，一个家庭里面的正常摄像头应该是很大的，我不会去想一个孔里面能有。展开来想一下，你通过一个电子元件，它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热要有信号，这是一个。对，它还需要什么？电。对啊，在揭秘过程中，阿特警官也和我们强调，大部分针孔摄像头都需要接入电源才能够长期拍摄还有传输素材，所以酒店中供电的位置需要格外注意。那在了解完这些高发的偷拍点位之后，我们也开始好奇，这些针孔摄像头到底长什么样子，具备什么功能，才能在这么狭小刁钻的位置实现视频的录制甚至传输。那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拆开了伪装物，通过对比，你可以直观的看到针孔摄像头的镜头模组还没有一个小拇指的指甲盖大。如果屏幕前的你正在用手机看这期节目的话，你可以看看你的前置摄像头，其实和它就差不多大，只不过针孔为了便于隐藏，省去了外壳还有屏幕这些占位置的部分，只留下它轻而小的机身，所有部分加在一起，重量还不到20克。而当我们进一步观察针孔摄像头的机身，你会发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电池、卡槽、麦克风、镜头，它一个不少。这长长的镜头排线可以实现所谓的分体构型，把机身和镜头分开，极大的提高了针孔摄像头造型的可塑性。模具里的 TF 卡槽可以把视频保存在本地 ，WiFi 传输模块则负责信号发射，把对标1080P 的视频传输到录制者手机之上。
那接着，这个小小的东西就可以通过网络把你的隐私传输到世界各个角落，24小时都能有人直播你的一举一动。那其实现在注意到针孔摄像头危险的人已经多了很多，市面上也冒出了很多所谓能够检测到这些针孔摄像头的工具。那我们想知道，它到底有没有用？反正这玩意儿也是市场上面卖的一个这个检测工具，检测无线，然后再检测一下有没有磁力，就是逻辑上你是带着它走，你就可以探，它理论上接到无线信号就会叫。有了。那设备在感应到有信号之后，你可以通过设备上的红外线或者可见光来查找镜头的球面反光，从而找到针孔摄像头的位置。有了，就是要这么久，是的，你要对它目标有一个预期和预判，你才能把它测出来。等到我都放这么久了，我除非是瞎子。那同时我们也尝试了一些民间广为流传的测试方法。那第一种就是在黑暗中用手机照相机来查找红点，但随着偷拍技术的升级，现在针孔摄像头大多已经不需要红外来进行对应的补光了，而且很多手机摄像头过滤掉了红外线，所以这一招不是特别可靠。那第二种也是网上广为流传的，通过王者荣耀的网络诊断功能来查找房间里面连接 WiFi 的设备总数，如果数量超过你自己的设备，就说明房间里存在可疑的外来设备。但是我们测下来发现，经常会有电视、智能控制系统还有别的住客连上同一个 WiFi 的情况发生，所以也不是特别的准确。那第三种反偷拍 App 也是通过连接 WiFi 的设备数量来进行排查。那比较好的是它帮你筛选出了针孔摄像头经常出现的位置，你可以根据指导来查找镜头的反光点，但是光靠肉眼来看也做不到100%的准确。那现在测试下来，我们觉得最靠谱，同时也是最为昂贵的一个设备，就是热成像仪。哎，这个相对好用些啊。对吧？这个确实还挺靠谱的，我感觉看下来都是看得到的。这基本上就是能够帮你直接排查掉了。缺点超级贵，这个是性价比很高的一款了，人要1700块钱，也会有误判的可能性。对你可以试一下这里啊，这里你看就会误判了，因为这边发射器啊，包括太多了，这就看不出来了。如果是独立用电池的，会更容易发现，但是如果是走这个正常供电的话，会比较难。是的。那当然，如果你还有更高明的方法，也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试一试。那针孔摄像头除了用于酒店偷拍，在警方日常破获的案件之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赌博和作弊的场景中使用。那这一次阿特警官也带来了他们缴获到的一个非常规的针孔摄像头，这不就是一个常规的手表吗？我真的看不到任何一点有摄像头的痕迹啊！这个我感觉这个东西概率比较大啊，它只是一个按键，看这个表面。那我们顺着光这个位置看，隐隐约约这个位置看到没？哦，我看到了，这也太隐藏了吧？这怎么可能看得到啊？我只需要这样。哇，这真的是最恐怖的一个拍法。对，就这样。同时，它的收声孔在旁边，所以全部都能有。对，所以比较猛。那么，如果在一个大型的赌场里面有4家人，有2家的人是我自己人，然后通过这个设备来进行图传，前期可以让你先赢个大几万、10几万这个样子，后期就输的杀猪盘。对，杀猪盘，差不多这样的东西。但这种都是严重的违法了。其实这个涉及的罪名可多了。首先，一个偷拍、偷窥以及传播他人隐私的话，可能涉嫌到治安拘留以及罚款，这是一个条款。还有一个就是非法生产、销售专用间谍窃照设备的这么一个罪名啊。所以其实有很多个这个法条上面都是违背了。对对对，一判就是判几年，如果涉及到刑法的话，轻则3年，重则就是3年以上7年以下。如果在房间里面，我找到了这样一个东西，那我该怎么办？第一时间要拨打110报警，剩下要交给我们到现场来进行处置。不要把这个东西拆下来了，有可能你的指纹就会覆盖这个原有的制作生产这个人的指纹。警方在缴获赃物之后，他们会联系网络信息安全团队，给团队开具执法证明，让他们顺着网线抓出背后那双偷窥的眼睛。这次在阿特警官的介绍之下，我们也联系到了网络信息专家张瑞东老师，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把偷窥者绳之以法的。那您真的能够抓到人吗？我举个例子啊，你看，这是你，我是不法分子，我在你这边布了一个摄像头，我偷拍你，你能定到我吗？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哈。我在这个视频摄像头的这个管理者的这个界面呢，已经部署好了一个我们提前做的探针。你点击一下这个链接，打开了。你现在看到我的屏幕了吗？我看到你的屏幕了，看到这儿有一个44.124.166，这就是你当前的 IP 地址。然后你是用微信的8.0.3553这个版本打开的，你的手机系统是 iOS 18.0，看到了吧？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查看地理位置，我来给你做一个实时的定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定位吗？是的，看到了。但如果是在实际的授权办的过程中，会非常精准。可以精准到什么地步？
你在里面上厕所，我在门口敲门，能进入到这个地步。没错。所以说，就是这些不法分子，就不是他以为他藏在暗处就可以逃避的，警方也是有足够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那就像刚刚阿特警官你说，对吧？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样？无论是你正处于被偷拍的这种阶段，还是你作为一个旁观者，你发现这样的情况，都要积极的站出来配合我们公安机关。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联合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来把他们绳之以法。好了，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一起营造一个没有偷拍的环境，尊重和保护彼此的隐私。也希望你可以转发这个视频给你的朋友们看一看，让更多人可以认识到针孔摄像头的危害，还有它潜在的位置。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投币、收藏、转发。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哦对，离开之前欢迎来看看我们的 Storm Crew 漫游迷你托特包，很多小物件都可以放在里面，出游的时候小小一个背在身后，非常的轻便，欢迎来试一试。